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我们来说960跟1034的黄庭之战。在之前我还有解说过黄庭之战之前的关卡4到关卡6，建议各位先看了那个影片之后才来看这个影片，会比较容易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当天关卡开放的时候，其实双方的门口拿下的时间都是差不多的。我们先看地图分布，960跟1034都是使用翻墙的方式进入黄庭。但是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看到1875的旗帜其实建的进度会比较快一点，右手边2个紫色旗帜都是来自1875的，接着就是2891跟1671。另外一方面2377的情况就跟我之前预期的一样，他们被1606给挡着了。除此之外，1875的旗帜也即将要连接上2377了。可以说2377这个时候除了领土小之外，他们还要面对2个敌人的旗帜，但是960的部队也没有办法过去帮2377。当960走出关卡的时候，优先面对到的敌人是1034，但是2268他们又从后面走过来了，还有包括1875跟2891的野战部队也是走过来了。其实960要处理1034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你们可以从这个画面上看到，大多数库连回家去的都是1034，但是敌人并不会等你回去换兵之后才来跟你打架的。我们在前面打着2268，他们的队伍就集合在后面了。这个时候960的部队全部都是残血的，用残血部队跟他们完全体的部队打显然是不占上风的，变成这一次的 KVK 非常特别，960第一次被封关卡。以往都是960封别人的关卡，第一次受到这种耻辱。当960调整好部队之后就反打回去了，但是敌人一直重复用同样的招数。我们打完1034之后2268就过来了，打完2268之后2891就走过来打960了，变成在第一天的时候960一直都要打好几家的野仗，就导致成960这里拥有的领土非常少。再包括之前我提过的960这里的领土有野蛮人据点，就是野蛮人据点卡着了960的位置，就变成我们这里派兵非常困难。也可以看到我们要走的路线除了要走下路之外，上路也要去挡着，变成原本人数就不多的960要兵分2路。不过这个地图有一个奇怪的点，反而1034拥有的领土并不多，他们让比较多的领土给2268。1875在下面是有一个要塞的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建旗帜，红色的旗帜是2891的。在这个时候1034、2268、1875几乎要包围整个圣城了，只有一面的地方是有1671包围。960的盟友2377右手边被1606压制着，下路被1875挡着，也没有办法前进。这个时候可以看到960拥有的领土大概只有2/5而已。这是第一天旗帜建满之后的画面，大多数的领土还是属于1034阵营的。但是到了第二天，1034的旗帜突然消失了很多，他们这里也只剩下几面旗帜而已。960即将要打到1034的关卡前面去了。因为这场 KVK 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参与，我感觉在打完了一个大扩之后多2个小时，可能算6个小时吧，基本上就完全看不到1034的部队走出来了。他们也算是半放烧状态，旗帜都非常容易推。960用断旗的方式把1034大多数连接上面的旗帜全部给断掉了。也因为1034的旗帜消失的太快的关系，960也是连接上2268的旗帜了。到这个时候其实我还是不肯相信1034的旗帜居然会烧得这么快。接着1671的情况，其实原本他们是有连接上圣城的，但是旗帜被推掉了一点点，但是这个幅度其实还可以接受。让我感到比较惊讶的就是2377，其实2377他们是在打这2个阵营，也就是2个王国，但是他们的旗帜依然还坚守在原本的位置上，他们并没有撤退太多，反而还推进了一点点。盟友的情况也是960一直想要的东西，就是他们保持在原地就好，就算不推进也好，至少也要留着原本的地方。但是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在右下角多出了蓝色的旗帜，这个旗帜原本是没有的，后来才知道原来1034在这里重新建了旗帜。因为在左手边1034的领土也不多了，如果他们要在这里打的话，他们必须要从关卡里面派兵出去，走到外面去。显然这样子的兵线派兵方式是非常缓慢的，所以他们就选择在右下角重新建旗帜走出去。但是他们并不是出去黄庭打架，而是在我们后面去烧要塞。他们烧要塞的位置就是在黄庭旁边而已，也就是我们之前打关卡5打了很久的地方。当他们烧完这个要塞之后，960在黄庭的旗帜将会被失效，但是960黄庭消失的旗帜只有这个部分而已，并不会全部消失。而且我问一下各位很简单的问题，要塞跟旗帜哪一个烧的速度会比较快？没错，就是旗帜烧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。
所以960依然还是专注在皇庭里面烧旗帜，但是要塞那边还是有去做一些防守。在这个时候1034的想法就是想要学上次248-9那一场 KVK 这样子，就算他们是被推出去皇庭了，但是他们可以利用皇庭外面的旗帜做一些捣乱、烧要塞之类的，影响到皇庭里面的发展。所以1034才选择这个做法，跑去皇庭外面捣乱烧我们的要塞。但是我个人认为啦，与其他们去烧我们的要塞，其实他们在皇庭里面帮他们盟友会更好。举个例子，其实1034他们在建右手边这个旗帜建的速度还蛮快的，他们都已经建到很多出来了。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大多数的1034玩家都可以自由进出皇庭，然而他们并没有去帮忙他们的盟友，就是去打2377的野仗，让1606跟1875他们可以更顺利的去推旗帜，反而他们还是持续在后面搞960的要塞。这个时候960是完全连接上2268的旗帜了，也可以明显看到960就是想要从中间断旗，让2268在连接上圣城附近的旗帜全部都失效。在每天的傍晚时间，1034才会走出去帮忙他们的盟友，除了烧要塞之外，除了在右手边建旗帜之外，因为960还没有拿下他们的门口，所以1034在这个时候一直不断的建旗帜出来，但是每一次建旗帜出来都会被960给拆掉。这个时候1034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影响960的野仗，让野仗部队过去关卡那边跟1034打架，拖延时间，让960推2268的旗帜不会这么快。但是他们干扰的时间也就是他们高峰的那一段时间而已，估计就1个大扩或者是2个大扩的时间，剩下的时间都是没有什么干扰的。他们到 time 实在是太长了，可以说1034的影响是有效，但是有效时间很短，最终960还是把2268的旗帜给断掉了。但是不得不说2268的防守确实是有点难搞，他们一直不断的补兵，尽管2268的驻防报告是非常亏的，他们依然还在坚守着。这个时候我不禁的感叹其实1034应该要保护2268才对了，但是反过来变成2268保护1034。在这个时候1034才走过来帮忙他们的盟友，但是我只能说他们现在才过来帮忙实在是太迟了。其实他们应该要在更早的时候走过来帮忙他们的盟友，还不至于让2268的旗帜断了这么快。从关卡那边做骚扰效果也并不大，虽然1034他们是已经建了旗帜过来连接上960要打960了，不过各位你们可以做一下对比，960的领土有这么多，1034前线的领土只有这么少，他们可以牵成多少个玩家过来呢？是肯定不够玩家来对抗960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盟友他们进展也是蛮顺利，1671终于又连接上圣城了。2377的进度比较缓慢，但是也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往下建的旗帜越来越多。之后由于2268的防守这边太难搞了，所以我们直接选择向前冲，先把2891还有1034处理掉，并且我们的盟友推旗帜的进展其实还蛮顺利的，1671已经连接上1034后方的旗帜了，可以在后方断掉1034的旗帜，让960的进度更快，并且在这个时候2377已经要连接上1606的关卡了。当他们拿下这个关卡之后再烧掉旗帜，这里1606的领土将会全部失效。除了要断掉1606的旗帜之外，他们还往下压掉1875的旗帜。在这个时候双方拥有的领土是5-5开的，2377也是顺利的拿下关卡，断掉1606的旗帜，但是1606他们在后方又重新连接上，但是为时已晚，在他们连接上之前2377已经断掉了不少的旗帜，这里1606拥有的领土也太少了，也没有办法跟2377抵抗。1671的进度也是非常快，他们即将要把1875给推出去了。这个时候1875拥有的领土只有这么一点点，在这个时候960就连接上3个王国的旗帜，包括2268、2891跟1034。在之前1671帮960断掉了1034的旗帜，好让960建旗帜快了很多，并且960还在后面重新建了一个新的要塞。原本1034想要通过烧掉这个要塞而断掉960在皇庭的旗帜，那或许1034觉得960可能是白痴，不会叠要塞。殊不知在这一次的 KVK 1034已经传授了很多功夫给960也是会叠要塞了，所以1034想要用这个方法反败为胜呢，是已经完全不奏效，也就等于说1034花了2天的时间做白工。960的旗帜持续往右手边建，去帮忙盟友抵抗剩下的1875，并且在这个时候960是已经连接上了4家的领土。其实中间这个蓝色的旗帜呢是来自1606的，不过我在直播的时候忘记改掉这个地图了。
那因为2891他们在线的时间是真的还蛮短的，而且我感觉2891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，推2891的旗帜进度还蛮快的，并且在这个时候他们拥有的领土也并不多了。虽然现在画面上看到2268跟1034的领土很多，但是没有看到2268有出来野战多少次，反而1034他们是跑上去打我们的盟友1875，完全不肯跟960打野战。甚至之后更加夸张，那你们可以看到2268的旗帜1606、1875、2891、1034全部都连接上960的旗帜了，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1打5对决。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紫色跟红色的旗帜是特别少的，所以可以讲他们是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。1875、1034、2268都不是960的对手，只是2268的防守太难搞了，所以960并没有优先去处理掉2268的旗帜。960再继续往前推进，我们的盟友1671也是下来帮忙打1034，剩下的也只有拆旗帜而已，他们基本上也不出来野战了。这场 KVK 的黄庭之战也算是宣布结束了。那我老实说，这场 KVK 黄庭之战呢，除了第一天感觉是有在打野战之外，剩下的时间呢，感觉都是在烧旗帜而已。还有1034的表现让我觉得很失望，原本以为数据最糟糕的2268表现可能不如预期，但是没有想到他们黄庭表现居然还是比1034更好。至于其他的敌人呢，就没有什么评价，基本上没有接触到其他的敌人。那唯一有接触上比较多的就是2891，感觉2891没有什么存在感。至于盟友方面，2377让我觉得很惊讶，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是可以推进旗帜的。原本我还想说他们停留在原地，至少保住旗帜就行了。不过他们做的比预期还要更好。再来就是1671，我原本以为他们在关卡5已经打到没有兵力了，甚至加速资源都在关卡5已经耗尽了，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在黄庭除了有挡着敌人之外，还有不断的推进旗帜，帮960不少的忙。可以说在960那一方的 MVP 就是1671了。然而我觉得1034的 MVP 呢，应该是属于2268才对。假设2268没有防守，反而是学着1034摆烂的话，我感觉他们旗帜应该会消失得更快。那你们可以看到前几天的旗帜进度呢，都可以发现到960都不想要去推2268的旗帜，他们真的是太难搞了。而且他们的数据应该是最糟糕的才对，但是表现的比我预期还要好很多。不管怎样，这一场的黄庭之战已经是结束了。那首战我们是已经让给1671，至于编年史方面应该会分配给2377 ，960会拿到中战。至于各位对这一场 KVK 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